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30.09，收盘价是227.2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5.68，最低价是在226.8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7791.22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6 倍量增。KD 值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继续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反弹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，股价在下方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遇到了支撑。然后股价在盘中出现了反弹，一度是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还有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当然也包括前高，也就是在9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上方呢是在236附近遇到了压力。那在尾盘的时候呢，股价开始回落，最后收盘价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，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么我们刚刚也关注到，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。那这些信息都说明当日股价在反弹后上方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有获利出场的卖压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导致股价出现了回落，并且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。那出现这样一根线型呢，处在相对高的位置，成交量又是量增，那么将预示着后续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。那么股价继续反弹的条件就是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36，那么股价才会有进一步的反弹的走势。那否则呢，股价极可能会出现回档，或者呢，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在225附近，另外一个呢是在220附近。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31。实际在9月18日收盘价是在227.20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虽然这个横盘向下与我们预测的下行方向相一致，但是这个收盘价点位的性质，还有呢当日的走势是完全不同的。好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，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9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3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有3个标志位，一个是在223、217，还有210。那么这3根 K 线的最低将成为日后股价下行的重要标志，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每跌破一个重要标志都会促使股价下行。当然，
股价在回档的过程当中遇到这3个标志位的时候，也极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好，那这3个位置是到达203之前的3个重要标志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在9月18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，它的最高现在是高于前高，也就是再次出现了头高。所以股价现在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瓦解这个多头趋势，就是要跌破203。那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82。那182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恢复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第3个目标就是168，是这个位置。那跌破168就是要收复这一波的涨幅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上行的目标我们需要微微调整一下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调整到9月18日这根 K 线最高，我们调整到236取整数。好，上行的目标就是236，也就是再次出现头高，来继续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。那这个位置既是上行的目标，同时这个位置也是强压力。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其实连续包括这几根绿 K 在无限接近这根红 K 的最高之后，实际上也在测试9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35附近。那股价2度到达这个位置，都遇到了空头力量的介入，或者说是有卖压出现，那么股价都出现了回撤，所以这个位置236将是一个强压力。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当然这个缺口也是一个强压力。那么236如果能够被突破呢，上方的第2个目标就是256，它仅仅是个压力位，真正股价上行的目标是271。那一旦股价能够站上271呢，我们会看到将会恢复或者叫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说明。那我们再来看看9月19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26.5，也就是9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给出这观察位说，在9月18日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会收在高位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9月18日盘中确实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。那么到了9月19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仍然是226.5，也是指9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因为日后股价能够继续上行的条件，除了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来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之外，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次日在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，才有可能继续反弹，或者说是出现横盘的走势。那否则呢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甚至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的 K 线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给出226.5观察位的理由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呢，我们有一个15%的强反弹仓位。那我们最后一次加仓呢，是在9月11日这个位置是5%的加仓。那么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呢，我们给出的获利目标都是230到235之间。那在9月17日收盘之后，我们给出的
如果这个仓位继续持有，给出的获利目标位仍然是230到235。那如果在9月18日盘中没有获利出场，那么这个仓位到目前为止还是在持有的。如果还持有这个仓位呢，到了9月18日收盘价是在227.20这个位置，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继续加仓抢反弹的。因为股价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一波下行。那么这个仓位如果继续持有呢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守223，是9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如果想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呢，可以守217，也就是9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36，那么它的目标就是210。其实空头要守的位置是很明确了，在这样几个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每到股价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都会有空头力量的介入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26到229之间。那5日均线值它的范围是在前一日 K 线收盘价包含前一日的收盘价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5日均线值既是压力位也是支撑位，但是我们把它放在支撑位，那么也就是如果股价在次日是高开盘那5日均线值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支撑，来推动股价继续呢进行上行的走势。对，那但是如果股价呢这个在次日是低开盘，那5日均线值很有可能是压力位。对，我们是把它放在压力位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如果股价能够突破5日均线值，到来的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36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40，是这个缺口的中线。这个缺口中线我们指的是原来这个最初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240附近，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56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24在这个位置到226之间，是在这个区间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那它也包含了这个9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219到220之间。第三个支撑是217，第四个支撑是21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仍然是股价会出现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7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19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0附近。如果最低到达213，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收在215附近。出现这样大幅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做反弹上行。对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7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34。
收盘价会收在232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的走势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